好，欢迎各位啊！今天我们带来一个就是低显存版的 SD 和 Midjourney。我们都知道 SD 的话，它需要的配置要求是在显存是至少是12G 到16G 你才能玩得起来啊，你8G 很卡，体验很差。像 Midjourney 的话，它是需要付费的，$20一个月，所以说有点贵。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工具啊，它的底模是很抗打的，并且它是只需要4G 显存还有8G 内存你就可以运行的一个工具啊，只是说它现在还在发展中，我觉得有必要推荐给你们，就是它能够弥补一些显卡性能差的小白，你不需要调很复杂的参数，它也能够出很高质量的图，这就是我推荐这个软件的一个原因。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吧？首先你们去解压啊，解压好了之后的话，你就得到一个这个文件。你能看得到，这里面有2个，我给你们打包了2个版本。第一个是带模型的啊，里面有一些底模，有几张模型。然后第二个是没有模型的，根据你的情况来啊，看你是需要模型还是不需要模型的。然后如果说你第一次打开这里之后，你必看就先看一下，给你的一些解释，就是你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安装过 SD， 或者说没有安装过这些整合包，你后台会有报错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安装这个 Python 和这个文件。然后这个 Git 文件我已经给你们打包好了，你直接运行就好了。然后 Python 的话，你可以去那个百度一下，很简单的啊，安装好 Python 就好了。如果说你报错的情况下，你再去安装；如果你不报错的话，你就不要安装，不需要安装。好，如果说你打开解压好文件之后，打开是这个画面，点击这个文件，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这里总共有4个文件。4个文件的话，我们先说一下啊，这2个是直接运行啊，这是运行的程序 byte 文件。你打开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实时更新的。就比如说你可能买课之后啊，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期间有更新的功能、更新的插件，你打开这个呢，它就会实时的去更新。好，你打开第2个的话，就是说你是用之前的现有的版本，就因为这个安装包在你的这个电脑上面嘛，你现有什么版本，你就是打开什么版本。好，这是2个选择啊。像我们一般默认打开这个，第一次安装你不报错啊，不报错的话，它第一次需要加载一些插件，可能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后面的话它就不会了啊，后面就很快。好，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呢，我们直接进来这个程序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用浏览器先翻译一下啊，翻译成中文。比如说我们先输入一个女孩，我们在不调整任何参数的情况下，我们看它生产出来的图片怎么样，好吧？它是比较适合新手小白的，很方便很便捷，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参数。等到后面的话，你再去玩 SD， 再去玩 Midjourney， 它的默认的预设是2张图片，然后是每张图片是按30个迭代步数去迭代的。但我们来看一下它给我们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还算挺快的啊。我们看一下显存的占用，显存占用就是5G、6G，但是你4G 可以玩，你4G 只是稍微慢一点，4G 到8G 显存你就可以流畅的运行这个网站。你看，它这个我输入一个 OneGale 是没有任何的参数情况下啊，它能够给我们生成这种质感。你看这种电影风格的质感，你是 SD， 你需要抽很多卡，或者说你需要调很多参数，或者说需要加很多 ControlNet， 或者说加一些 LoRa， 你才能有这种质感。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是 SDXL 的模型。我们都知道 SDXL 模型它是需要它的生成的分辨率就是1024×1024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就是 SDXL 的一个整合包，它的底模都是 SDXL 的，所以说它模型很抗打，在输入很少的提示时能够出来这种效果。好，那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玩法。那如果说你想要玩晋级的，你点开这个高深，点开之后呢，这边就有一些更进阶的一些参数了，这些参数跟 SD 是差不多的。我们先来一个一个讲啊。第一个设置，这里这个性能的话，速度画出来的图的速度是最快的啊，它是按30步数去画的。第二种是质量的话，它照片的质感还有照片的一个细节会处理的更好，但是它是按60迭代步数去画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习惯，你想要调到100或者200，还是说怎么样，可以按你自己的来调，相当于自定义你的迭代步数，你来定义你自己这张图片的一个质感。然后再往下就是分辨率，顾名思义，对吧？你想要生成一张什么样质感的分辨率，对不对？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调啊，看你自己的需求来调。好，这里面图像样式的话有一些选择，就是
相当于为什么我能说它能输入很少的提示词就能够生成出来很高质量的图片，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预设，相当于你看这些风格预设已经给你写好了，你选择这个相当于你输入一大串提示词，你现在不需要再输入什么风格提示词、质量提示词啊，你像 SD 的话，你还需要输入什么写实感啊，什么镜头、专业镜头，你要写这些什么佳能镜头，写一些专业的名词，你才能够有这种质感。但是你这里不一样，你这里选择这些风格之后呢，它就会跟你生成对应的风格，只需要填写主体，它就能够有很好的效果。这里面是有几十种的这个预设啊，风格预设。好，再往下就是一些这些快速扩展和迭代，这个不需要管它啊，你直接一张一张的生成就好了。这个图像编号是你一次性生成几张，相当于 SD 的批数，我们默认一张啊，因为为了速度快。好，下面这个负面提示是，就是顾名思义，就你不想看到的东西，就你想让这个图像中不想出现男人或者出现女人，还是出现多手多脚的情况。AI 绘画迭代到现在，它其实已经不需要你去输入很多的负面提示词，它就能够自动识别。不像以前啊，那是以前才需要一大串的那些负面提示词才能出来很好的效果啊。总之这个看你情况，你想输入的话也行。下面的话就是随机，就是种子了。比如说我们生成一张图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种子是哪个，我就可以根据这张图去它的基础上去微调啊，这是种子的一个用意啊。好，那整个页面第一个页面设置页面就是这些了。好，再往下图生图，这里的意思就是代表着你图生图的时候，提示词的权重越往下拉，你的图像的占比权重就更大，是这个意思。就你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更偏向于你的提示词，那么你就往小拉一点。如果你想让 AI 更多的去参考你的提示词，你就把它拉满就可以了。好，那么再往下就是图像开始步骤，我可以用一句话给你们来解释，就是你越往下，就是它开始处理的时候就越多，就相当于你拿一张图片来测试来生成图生图，你如果说把它拉到 0.01， 它就是说从刚开始的第一刻第一步数它就开始去创作了。如果说你拉得越高，拉满它，就相当于它是快到结束的时候再去进行微调。你可以这么理解，第一它就越不像你的原图，越高就越像你的原图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好，下面这个图像去噪的话一般不需要去管它。好，这里面也不需要去管它，这里面是你的那个放大，就是你这里面相当于可以把你这张图片去放大，最高是放大2倍啊。好啊，这里面有一些将图像加载到输入，就是说你要输入一张图片啊，这是输入图片的一个入口。图像生图像这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修订，修订这里你勾选之后呢，它会有4个选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让几张图片的元素去融合起来。我上传2张图片吧。上传这2张图片，图1、图2，然后呢，你想要让哪张图片更加突出，你就调这个拉这个强度就好了。比如说我想要让第1张更加的突出，我就拉高一点，拉到 1.5。我想要让第2张稍微浅一点，我就拉到 0.8。啊，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里勾选啊，然后这里面可以根据你的提示词，比如说我输入一个穿着中国风衣服的女孩。看一下它能不能把这2张图片融合起来是什么样子啊？这里面我点击质量，先看一下它们的初始的那个分辨率是多少，1408。可以，如果你不调这个分辨率，它到时候会拉缩的。主要是以第几张呢？第1张，主要按第1张的分辨率来调啊。选这个吧。然后风格我们选择电影。选1张，然后图像图生图。好，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第1张图片和第2张图片它们的元素和风格融合起来，看它能融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我们点击生成。好，我们稍等一下啊，它现在在加载模型。你如果说想要让4张图片一起去融合，你就上传4张图片就好了，一起上传。如果你想要上传2张，然后你只需要调2张这个就行了，第3、第4不需要去调啊，第3、第4不需要去调。这里面我们稍微演示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稍微演示一下。基本上这个雏形已经出来了啊，穿着中国风的一个女孩，最主要是按照
图像一，就是马老师的这个图像来作为参考，对吧？他的权重是更高的，他的模型是这样子的。你看他的脸啊、衣服啊，还有身体的姿势都是跟他差不多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这里面也有属于他的一些风格。你看啊，裙子的颜色，还有背景的颜色，头发的颜色，你看就变成了他的衣服的颜色了，还有他背景。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应该能理解了吧？就是这个修订的意思，就是把这2张图片的风格去给它融合起来，然后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你想要的。啊，这个玩法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玩法的，你可以把不同的人换成不同的风格，这还是挺好玩的。好，这里我就不演示了，基本上应该都能懂了。好，那么再往下，如果说你想要加载图片，你就点击这里就行了。你这是本地上传你的图片，最多能支持上传4张。这下面这个输出修订版，就是说你生成了4张图片，你点击这个输出修订版，你就直接把它输出到这里面来了，就不用你再去上传了。好，这里面先图片加载，就是说图生图的本地上传。这下面输出到输入，就是你在这里面已经生成好的图片，你可以点击这里一键，就可以输出到那个图生图啊，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这个按钮的意思。好，我们再往下，这个点击这个快递之家，这个快递之家就相当于 SD 的 ControlNet， 它主要是2个啊，它现在就只更新了到2个。第一个呢是这个硬边缘检测。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上传一张这个硬边缘检测呢，它是什么意思呢？我打开一张图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它会有一些线条感。那这就是 SD 的硬边缘检测，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上传的图片，你如果说打开这个控制网之后呢，它会根据你这个图片去画这个线条，把你的基本的轮廓画出来，所以说统称为什么硬边缘检测。这相当于什么是线稿图。你打开这个控制网，它就会生成这种线条感。线条感的话，你可以去随便输入，比如说我们刷新一下，然后我们上传一张这个图啊。好，上传上来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相当于硬边缘检测。好，我们来讲一下硬边缘检测的这个参数啊。硬边缘检测这2个其实是 0.3 到 0.5 就差不多了，你拉的越高，它那个画的线就越粗，你可以这么理解。好，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精明的开始和结束，相当于你想让这张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处理，去那个植入这个硬边缘检测，让 AI 全程参与就是调0，开始是0，结束是1啊，全程参与。这个精明的力量呢，下面就相当于这个控制的权重了。你拉的越高，它就越像这个图；拉的越低，它就越不像这张图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我们试一下 0.1， 0.1 的话，它是属于一张什么呢？我们打开这张图，依靠马老师这张图的这个硬边缘检测这个线稿去生成一个什么呢？生成一个比如说一位中国古代的诗人真实。来，我们输入一下这个，会生成什么样的效果给我们？哦，还有一点，你如果图生图的话，你这里的分辨率要跟你原图的分辨率是差不多的啊。如果说太低了，分辨率不匹配，它到时候会拉深，会拉宽，或者是拉高。你的分辨率要根据你的原图来定啊。原图你看一下你原图的分辨率是多少就行了，然后你调一下，差不多就行了，不一定说是一定要一模一样。好，然后这个风格我们选择这个电影吧，稍微选一个电影，然后一个图生图。好，我们点击生成。我们现在就是用了一个这个控制，就是硬边缘检测，相当于用了一个这个线稿，让它去依靠这个线稿去生成一位中国古代的诗人，看它会生成什么样的图像给我们。有点像鲁迅的意思啊，这个有点像鲁迅了。就是你生成的图像是跟你的模型肯定是始终是沾边的，然后后面模型我待会会讲到啊。我们现在是随便用了一个默认的一个模型去生成啊，一个 SDXL 1.0 的模型去生成了一张图，它可能生成出来的图没那么好啊，没有那么写实。我们只是作为演示，让你更快的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干嘛的。这个参数好，基本上能够看得出来吧？就是它跟它的线稿是差不多的，头发的那个发际线啊，还有表情啊、衣服啊，都是根据这个去生成的啊，就是相当于这个精明的这个用处，其实跟它是差不多的，对不对？跟它的头像，跟它的整体来说是很像的，只不过换了个人。
这就是图生图，发际线啊、表情，对不对？衣服什么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呢就是深度，也是 SD 一模一样的深度。我们打开一个图给你们看一下啊，深度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更具创作类型的一个控制。好，这个就是深度。相当于你把一张图上传之后呢，你打开这个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轮廓，具体的轮廓。好，那么轮廓里面的东西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提示 AI 去生成。这个相当于让 AI 创作，就是让它更加的灵活，更加的天马行空。但是你只是给它固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范围，让它去这么生成一个人，还是说你可以把它生成一个人，也可以把它生成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没有线稿刚刚那么控制那么强。我们来测试一下。好，这个参数也是一样的。你的强度越大，你就是越不想让 AI 去发挥、去想象、去创作。你越小，你的强度越低，它 AI 发挥的想象就更天马行空，就更不像你的原图。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么理解。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张啊，这个控制，同样还是依靠这个深度去生成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诗人，估计以后还会出什么那个姿势控制。而且对显卡的要求没那么高啊，4G 显存，我觉得现在买个3060、4060，基本上都有8G、12G 的显存。这个模型它可能没有什么中国古代诗人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痕迹啊，所以它生成出来可能会有一点浮夸啊，有点浮夸。但是没关系，我们便于理解就好了，便于理解。这个模型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去选啊，我们想要什么就下什么。好。这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去生成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诗人，你看啊，他这个发型还是有点像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强度拉低一点，拉到0.1，发挥想象会生成什么样的效果给我们？就我们不控制那么强，我们让它自己想象，自己去发挥。看一下相似度大不大啊？你们生成的图片呢是在哪个文件夹啊？点开这里面，在这里面这个文件夹，你每天生成的文件夹之类都在这里面。你看我们刚刚生成的是这个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啊，对比看一下有多大，0.1和1，它的对比高不高？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现在这个发型啊、表情啊，还有背景啊。都换了，但整体的姿势是没换的，因为我们固定住了。你看，我们整体的模型给它固定好了。它现在还有胡子了，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的控制强度的一个意思。你想要让它控制的更像你的图，还是说更不像你的图？这个看你自己的选择啊。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你看，它现在背景还有什么？还有树木那些的，胡子，你看，还有长头发变成长头发了，现在。这就是这个控制的这个意思，这个深度的控制的一个用意啊。我们接着再往下讲，就是模型了。这个模型的话，你可以现在目前自带是有3个模型底模，你后面可以去 C 站里面去下载啊。我们 SD 里面有讲过怎么去下载模型，哪里去找模型啊？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模型，2次元啊、2.5D 还是3.5D 还是国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再往下就是也是一些模型，这是 Lola， 这是底模，这是大模型，这是 Lola， 这个是 ControlNet， 这个是 ControlNet， 这2个模型啊。刚刚那个一个是硬边缘检测，一个是深度啊，这个模型它都有自带啊，这个不需要去管它，你只需要去准备什么这个底模、大模型，还有这个 Lola 的模型，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找啊，这个不需要你去找。好，你模型的位置放在哪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啊，模型的位置是放在那个。这里，你进来这个文件夹进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 Models， 这个 Models 里面的，你看 Models 第一个就是大模型，然后第二个你要找 Lola 的模型就是在这里，这个 Lola 的模型放在这里，然后那个 ControlNet 的模型在哪里呢？在这里，好，这是 ControlNet 的模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Models 里面，好，那么再往下就是采样。
采样这个也是跟 SD 一模一样的，跟 SD 一模一样。然后这个调整参数也无所谓啊，无微不体微，你不需要去了解它，不需要去怎么动它啊，这个都不需要去调它，这也不需要去调它。然后这个是采样方法，采样方法的话 ，SD 里面它是 DPM 2加会稍微比较好一点。你看它这个3加，你可以用这个3M 的会稍微好一点，2M、3M 都可以，都差不多，因为它这个底膜是足够的强大。这个卡拉斯是更像人像真实风格。然后采样清晰度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调的越大，你的图片清晰越高，但是呢，同样也会更加的锐化啊，你同样也会更加锐化。目前默认的话就是2到5就可以了啊，2到5就差不多了，不要太清晰，太清晰的话会过度锐化，显得这个图片质感不好，这些也没用的啊。这个就是你想要输出这个图片是什么格式的，然后这个将元素保存为这个文件中，就是你勾选之后，它会生成一个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你一般没有什么用，不需要去点它。然后这个将元素保存到图像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张图它是根据这些元素参数去生成的，然后你把它勾选之后呢，它这张图片里面就有这些元素，就自带这些元素，然后的话它的内存也会更大。你把它勾选之后呢，你下次直接点击图生图的时候，它就自带这个元素啊，它就自带这个设置，自带这里面。这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也平时也不需要去管它，也用不到，这个是杂项，基本上就这么简单啊，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它就不太适合小白了。这下面有一个增强图像啊，这个增强图像目前还基本上用不了啊，基本上目前也用不了，也没什么用啊，也没什么用。这相当于就是增加图片的质感啊，去优化细节，相当于后期处理啊，我们目前上用不到，基本上就这些。你对于说刚开始没接受 AI 绘画的人啊，把这个玩明白了，再去玩 SD 的话，你就进步的很快，你就是相当于入门的很快。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是一个什么软件呢？ AI 绘画工具，它只需要4G 闪存到6G 闪存就能够流畅的运行。啊，它是不需要调什么复杂的参数，也能出高质量的图。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有自带几十种的风格预设，就是风格起手式嘛，预设你不需要去调那些参数了，一些提示词了，它就能够出很高质量的图，对不对？因为你只需要勾选这里面，你想要什么勾选什么，看到没有，对吧？然后你就不需要去调那些很复杂的参数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模型它是能够支持 SD-XL 的模型，因为 SD-XL 的模型它是很抗打的，你用 SD-XL 的生成出来的图和 SD 1.5 出来的图，1.5它出来的图可能会脸崩，它的手也画不好，但是你用这个模型出来的脸啊手啊，基本上会稍微控制的会稍微好一点，效果会稍微好一点啊，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这个软件啊，这个我把它定义为低显存版的 SD Midjourney， 就是低配版吧。你可以理解为低配版，更适合新手小白去入门。我觉得你如果说没接触 AI 绘画，你可以先去玩这个软件，因为它不需要去调什么复杂的参数。你如果打开 SD 的话，它一堆参数，你看着头都疼，你就没有学的欲望了。所以你先把这个先学会来，把这个学会来之后，你再去玩进阶的，好吧？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节课再见。